大家好，欢迎收看蒙面财经。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中国的中小银行面临的巨大压力。其实这个也是中国的金融系统目前面临的巨大压力。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银行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国有的六大行，就是工农中建交加上邮储银行他们的资产规模大概在116万亿，是中国的这个银行系统的这个顶梁柱。然后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有13家，包括这个平安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大家知道的这些股份行。然后第三个层次就是大量的这个城商行和农商行。那城商行有134家，那农商行就更多了。那城商行这个资产总额有36万亿，农商行也有37万亿他们其实体量也不小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那整个呢，去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些小的银行，一个是遭到了挤兑，第二个就是这个被国家所接管。那主要有这么几家银行。首先第一家是包商银行如果大家听说过的话，包商银行后来被这个重整被接管内蒙古自治区还有一些国企出了一些钱，包括存款保险基金出了一些钱，把包商银行进行了一个重整。那包商银行主要涉及的问题也是大股东侵占银行资产，然后内部人诉讼利益，导致整个这个银行的这个流动性和出现了信用风险，无法这个给储户进行有效的这种兑付然后第二家就是这个恒丰银行。恒丰银行呢，它是在这个山东是一家股份行业，资产规模也非常大，1.2万亿比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包商银行要大。包商银行资产规模大概是5000多亿。那恒丰银行后面也被接管了，它主要是被中央汇金有限公司接管，主要有这么几家接管就中央汇金这个出了600亿，山东省政府出了360亿，还有新加坡的大华银行和其他股东出了40亿，大概就是1000亿的一个资金。那中央汇金大家知道，它也是其他4大行的股东，所以中央汇金的角色有多重，大家也知道。那第三家出事的银行呢，就是这个锦州银行锦州银行它是这个辽宁的一个这个城商行锦州银行也是跟前面2家银行一样，也是涉及到这个银行的资产质量出现大量的坏账无法兑付的问题。然后锦州银行也进行了一个重组它是由工行、信达资产和长城资产大家知道这2家资产管理公司是中国的4大资产管理公司其中的两家，然后进行了重组。那锦州银行的资产规模也不小，也在7000多亿所以这3家包商银行、恒丰银行和锦州银行，这就是去年3家比较大的这个资产质量的银行出现问题了。然后还有2家小的银行呢，是这个受到了挤兑，一家是这个伊川农商银行伊川农商银行，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这个营口沿海银行，有一个视频关于就当地的这个电台讲到它这个银行被挤兑的一个事件，大家可以看一下。本台消息，我市公安机关对涉营口沿海银行不实谣言传播者依法打击。近日，个别网民在网上发布了营口沿海银行财务陷入危机的不实言论，从而引起了部分储户到营口沿海银行挤兑提款，造成了群众恐慌。事件发生后，营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做出了相关部署，制定了应急预案。我市公安机关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对沿海银行的金融网点现场秩序进行维护，同时对网上的谣言传播者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范某某等9名人员在网上发布了不当言论或传播谣言及煽动视频。现在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该9名人员进行治安拘留等打击处理。然后这2家农商行呢这个离得很近，都是一个是在10月30号，一个是在11月7号分别受到挤兑。那故事呢基本都是节奏都是一样的，先是有网上有人说银行被掏空了，银行要破产了，然后就有很多人去取款就一取款的话，当地的维稳机构就介入公安公检法就介入说这个是谣言，然后就给他做一个维稳的动作，维稳掉。那这是去年整个这个5家银行遇到的问题然后呢后面呢紧接着在这个11月份呢，这个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其实也就是由这个刘鹤副总理牵头的这个1行3会也进行了开会其实也是正视了这个问题，就是他强调这个要重点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的问题其实大家看到整个19年出现了这几家银行的问题呢，其实是中小银行普遍遇到的问题有一句俗语是说如果这个厨房里面有一只蟑螂，那可能往往就不是一只，就是有一大批。那这么多的这个中小银行目前遇到了这个资本补充问题，或者遇到了大量的坏账问题其实也就是说整个中小银行的这种扩张能力，或者中小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这种能力呢，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那我们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啊，就是由刘鹤牵头的一行三会开的这种，一共开了3次啊，每次都强调要重点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啊。第一次是10月6号这个第9次会议开的啊，重点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改进中小银行的商业模式啊，源头上去解决中小银行的发展体制问题。那其实也是强调一个补充资本。那在这个11月28号的时候，又开了这个第10次的这个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他还是强调这个补充中小银行的这个资本问题啊。然后在这个今年年初2020年这个1月7号啊，又开了一次会议啊。当然这里面强调了2项，一是强调给中小企业的这个信贷支持，第二个就是强调了还是给中小银行的这个资本补充问题。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银行体系和这个银行的机制啊，它需要大量的经常补充资本金啊，比如说经常需要上市啊，需要发永续债啊，补充资本金。因为只有银行补充了资本金以后，它才能进行一个放贷的动作，才能进行信贷的扩张啊，也就是所谓大家俗话说的放水啊。所以说有时候放水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想怎么放就怎么放，它其实是需要这个依赖商业银行的一个资本金的补充，然后再进行一个放水的动作。那整个去年的这个通过发行永续债啊，补充这个银行资本就补充了5000亿。那银行补充了这个弹药以后呢，才能进行一个放水的一个动作。那中国的这个放水呢，在其实15年以后是非常依赖中小银行的，非常依赖这个城商行和农商行的一个放水的动作，因为他们的这个整个这个资产增速非常快啊，对当地的中小企业啊，包括对当地的这个城投公司和经济发展啊，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所以他们的这个整个这个坏账的积累呢也很快，所以到了这个18年19年以后呢，开始暴露一些问题啊，就像去年一下子就暴露了这个好多家银行的问题。那到了整个年底以后，到去年的年底开了这3次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它是什么样一个会议啊？它是一个整个就是中国金融系统最顶级的一个会议啊，它是由一行三会的这个负责人参与构成的，然后是刘鹤副总理整个牵头这个会议。那每次开这个会呢，基本就是最高级别的一个会议，然后去部署中国的这个金融的一些政策啊，尤其是这个央行的这个信贷的支持啊，央行的政策基本就在这个会议上做一个决定。那整个去年开了3次会议，都在强调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问题，大家就可以看到啊，中小银行的这个资本的这个压力有多大。然后在这个11月19号呢，还开了一个会议，这个是央行行长易纲主持的会议啊，他召集了这个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还有建设银行，还有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就是3家国有大行，还有3家这个股份行召集会议啊。会议开什么呢？主要是这个希望他们去支持这个实体经济啊，为实体经济的融资发挥关键作用。因为他也意识到啊，这个中小银行的资本不足问题以及中小银行坏账太多了，他很难在中小银行再跑到前头啊，充当这个打头阵去这个支持信贷，支持这个中国经济。所以说就要让这些大行和这些大的股份行去这次冲在前面，然后去支持中国经济啊。所以由此可以看到整个中国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目前在哪里啊？主要就是在中小银行、在城商行和农商行啊，整个的这个资本补充压力非常大，坏账非常多啊，甚至包括这个内部实控人啊、内部控制人啊、股东的这个侵蚀非常严重。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这个就是从去年看这个问题，看到这些银行的这个暴雷啊，其实我们就发现了中国这个整个金融系统的这个薄弱点和弱点。目前来看，主要是这个中小银行的压力比较大。那由此分析呢，我觉得2020年啊，包括现在这个，因为也有一些经济的疫情导致的这种经济压力，所以可能到2020年呢，这个还是会有很多中小银行会爆出一些问题啊，大家可以这个密切这个关注。然后最后我们再讲一个再说一点，这个就是关于这个11月5号的时候，央行又发布了一个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河北省、浙江省和深圳市开展这个大额现金管理的通知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认为这个啊和这个中小银行的压力啊，包括中国金融系统的压力是息息相关的。啊，这个大额现金管理制度呢，它是就是做了一个规定，就是如果是对公账户的话啊，你要是取50万的这个现金的话，那你要登记。对私的这个业务呢，河北省是10万，浙江省是30万，啊，深圳市是20万。如果你要提取这个现金的话，啊，这个存入现金或者提取现金的话，都要在办理业务时进行登记啊，不是不让你取，但是你要登记。
那这个它央行给出的理由呢，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额现金交易集中在特定领域、特定人群、特定时期啊，现金流的综合效率不高啊，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负面影响。但我认为呢，这只是一方面啊，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怕这个储户进行挤兑啊，如果储户进行大额现金的这种提取的话，那对银行的压力是巨大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农商行和城商行的这个挤兑事件一样。所以说这个大额现金管理的通知啊，也是跟这个银行的这个脆弱性也是息息相关的一个政策。那最后好，我们最后再做一个总结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主要讲的这个去年的几个城商行、农商行还有大的银行发生的暴雷事件啊，以及这个这些暴雷事件的原因和缘由啊，主要是他们这个信用扩张太快了，前些年啊太多的坏账和烂账啊藏不住了，到18、19年出问题了。然后最后我们又讲了一个大额现金管理的一个通知啊，就是其实是跟这个担心银行挤兑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由此我们更要关注2020年，看看哪一些银行会发生问题啊，更要关注这个中国银行体系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和变化。好的啊，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谢谢大家收看啊，我们下次再见。